Primeiro veio a paixão, depois a admiração. Mas foi nessa entrevista que passei a prestar atenção não apenas ao que Lu em si faz, e sim ao que ele pensa. E desde então, nunca mais ouvi suas palavras da mesma forma. Às vezes, o que nos conquista é uma conversa sincera. Espero que você goste também, tanto quanto eu。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俊士的拍摄现场。现在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环节，叫做心爱的朋友。那么我们每个人呢，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朋友，可是你知道你最心爱的朋友是谁吗？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是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每一秒钟都在陪伴着你自己。所以呢，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自己，照顾好自己，并且每一天都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我们非常非常心爱的朋友。他的样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俊朗又帅气，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不是也住着这样一个大男孩或者说大少年。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来跟他聊聊天。我们希望既能够让你更多的了解他，也希望让他更多的了解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可爱的又非常非常帅的心爱的朋友就是罗云熙。云熙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罗云熙。今天呢，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对，云熙呢刚刚经过了一整个下午，其实非常辛苦的拍摄，拍摄的感觉怎么样？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觉得摄影师和咱们的主题运用了很多这种光线、光影的这种效果和这种感觉，我觉得拍出来的东西很有氛围感，所以说我还挺喜欢的。我们大家对你的感觉都是比我们想象的效果还要好，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非常出片儿。就是云熙的时尚表现力真的非常非常棒。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转到下一个环节了，就是片子呢大片也许表现的是你的外在，因为我觉得帅气的男生或者男人其实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存在，但是呢，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是非常的风貌，非常的丰盈，也是我们非常想去探求的。所以开头呢，允许我们想给你做3道心理测试题，好吧？先别看，他刚才已经试图看。第一道题，我们先看看平时你是怎么脱衣服的。回到家哈，一天的繁忙的工作，回到家第一件事肯定是脱衣服。4种方式你选一种。A 呢是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的把鞋子给扔掉。B 呢是把衣服脱了之后呢就散放在各个角落，然后不太喜欢收拾。C 呢是脱衣服时候特别整齐有条理，然后你还会喜欢把衣服叠好或者挂起来。D 呢就是可能更严重，是慢条斯理的去脱衣服，然后把这件事儿还当成一个仪式感，一个很重要的事去做。你是哪种？我 A、B 都占了，迫不及待的脱鞋，然后乱扔衣服。C 和 D 和我不沾边，完全不沾边。A、B 都是你属于你的。A、B 你选一个更接近你的一点点。A 是什么？A 是就是特别忙碌、急匆匆那种，一进门就把什么衣服、鞋子全都给扔掉的那种。脱鞋是，鞋子我会第一时间脱。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第一时间脱鞋吧。然后 B 你也那我选 B 吧。选 B 哈，就是不太喜欢收拾，就先怎么舒服怎么来，先扔角落里面。先扔，对。OK， 那你是想先听 B 呢，还是先听另外先听 B， 先听 B。选 B 的人是性格友善而外向的人，所以朋友是非常好，因为我们这叫心爱的朋友嘛。对，所以你肯定是我觉得应该还蛮准，多还蛮准。对，就是不许这么自己夸自己。不是，就是说能够和我成为朋友的人，应该都会和我玩的挺好。就这个意思。问题是你觉得你的好朋友能接受你一进门就噼里啪啦把鞋子到处扔吗？能接受。然后这还反映了你是一个非常友善和外向的人。对，因为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这个回答会鼓舞很多那个不太整洁生活的人。不是，这个是就是习惯而已嘛。不好的习惯你不能因为它不好你就不承认，对吧？就是你不好，对你不好你可以去改，但是你不能否认掉这是你的习惯。我们看下面一个，在一次聚会上呢，你见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人，他真的能够看到你的过去和未来。然后你验证之后呢，你发现他对你过去的描述还真的是很准确。那么你希望来询问他，来得知自己的未来吗？A 呢是你认为如果现在就知道未来的话呢，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烦扰，所以你请求他一定告诉你你的未来。B 呢是你只让他告诉你明天发生的事儿，不是太远，只是明天。C 呢是你只让他告诉你未来1年之内会发生的事儿。D 呢是你现在不着急知道，但是你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问他。E 呢是虽然有兴趣，但你并不去问他，因为你并没有那么想知道你的未来。5个选项。对 A B C D E。我选 E。
最后一个，虽然想知道，但是你会控制。我不想知道，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不想问。对，我觉得没有意义。自信自立的那种性格，我看一下啊。对，E 是非常棒的一个性格，你是一个认真而且你是真的肯努力的人，而且你非常有原则，有自己的原则，而且你即使遇到挫折也不会灰心丧气。你是这样的吗？准吗？还要谦虚一点，还有点准哦。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道题，你别老看。有一个年轻人，其实就是你了啊，你可以自己代入一下。你正在兴致勃勃的滑雪，然后在你的不远处呢，你看到一个大洞，然后你看到那洞里有一只熊正在冬眠。但是他那个熊完全这时候没有看到你哈。然后你觉得这个年轻人下面会发生什么故事？A 呢是这个年轻人可能就会刚好掉到洞里，然后遇到了灭顶之灾。那熊在里边。B 呢是这个年轻人他会运用他的滑雪技巧来轻松的跳过这个洞口。C 呢是可能会有人出现吧，及时告诉这个年轻人前面有危险。D 呢是这个年轻人就在快到达这个洞之前突然滑倒了，然后很幸运没有掉进洞里。你就像一个编剧或者小说家一样，你觉得会写出什么样的剧情？我呀，我觉得如果要写剧本的话，肯定是掉进去比较有戏，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是我的话，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是那种，第一，因为我不会滑雪，所以摔倒的几率比较高。对，可能是 D，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刚好摔倒了，但是又没摔进去，就是会摔倒，但是比较幸运没有掉进里边。对 D 呢是心地善良，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然后喜欢浪漫和喜剧，然后做事情呢也会信奉顺其自然，然后他的运气也会比较好。2019年还有2个月就结束了，如果给你的2019年打一个分，你打多少分？88。88。一般人可能会说什么70、75、85这种整数，你为什么说一个88？88，吉利吗？我觉得可以打87。87。对，为什么要打87对呢？啊，更精准了，为什么这么准的一个数字？因为首先我觉得今年是起起伏伏的一年，就是说有一些很顺利的事情发生，也有一些比较不幸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受伤呀，或者说是云溪刚那个崴着脚一瘸一拐去了米兰时装周。对，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充实的，所有的事情发生起来都会让今年活得很精彩，更丰富哈。然后你今年做到的一件最让你自己为自己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有底气了。更有底气，对，是因为作品被更多的社会大众认可吗？不是，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从事的工作方面，我觉得自己能够更自信，然后也能够更有信心去把它给完成好。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最满足的一点。你指的是演员这个身份吗？包括不是演员，不仅仅是演员，我觉得我现在算是艺人吧。所以说全方面的。所谓艺人的话，你要去适应你所有的工作，不仅仅是演员，有可能还有你出的通告，今天的拍摄，也有可能你录的专辑，对，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工作，就是方方面面感觉自己都在成长，都在呈现出更好的一个答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还挺满意的一点。你觉得俊朗的外貌对于男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俊朗的外貌反而是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局限性。对，因为他所能够诠释的角色其实是比较有局限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更需要你用你自己的实力、你的演技、你的各方各面的这种实力去突破这个局限，消解这个外形的一个局限。对，你要让大家既对你有认知，又要让自己变得多面。因为作为演员，你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框条条里边，你要让自己还是能够尽量的适合更多、更全面的角色。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太俊朗的话，你其实还反而是要让自己变得更接地气一点，或者说是更全面一点。对，这样子的话，你的发展才会更宽更广。然后提到你的名字，你希望哪一个词是第一个被大家所想到的？罗云熙等于
知足。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一个不算是知足吧，就是算是叫做知足而不满足。成都人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特别有幸福感，特别能让自己幸福指数很高，特别能让自己处于一种幸福的状态。你第一次发现脸上的皱纹是什么时候？然后如果你可以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哇，你好性感。你觉得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寻找快乐。寻找快乐，对，4个字，非常好。OK，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快乐。对，而且和你前面的回答是能够暗扣上的，因为你自己感知幸福的能力很强。对，你在脆弱和无力的时候会怎么度过？打游戏。电竞少年。对，但其实的话，有用吗？真的有用？有用。但是打完之后，你沉浸在那个里面，你还是有出来的时候呢。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豁然开朗。忘了。豁然开朗。我是一个容易让自己走出阴影的人。自愈能力很强。对。所以说其实我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看看电影，玩玩游戏，然后大不了就发一场火。就是你游戏，你本来刘禹锡发火的时候什么样？哎，对，你看起来那么斯文的一个人，可以啊。对，就假如你本来就是生活就家乡话吗？还是普通话？我会着急，就是说各种混杂，trap 就出来了。对，然后呢，就你想，本来生活也不顺，就心里就是不爽，然后你玩游戏再输，那就更不爽。砸东西吗？砸东西，我砸过电脑，真的。电脑是自己花钱买的，好吗？对呀，但是就砸下去了，但很爽，砸完之后就很爽，然后就你发泄完了之后，其实就会觉得无所谓。你认为生命中哪种美德是最难得到的？奉献知足。奉献知足。对，取舍比较难，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选择，而你做的每一项选择，其实它都有舍有得，都有好有不好。对，你看你怎么样去权衡，因为确实鱼和熊掌就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所以你是一个有点纠结的人吗？我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但是我从来不后悔，可能会后悔，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会更往自己的选择的方向去努力。也许你放弃的那个东西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怎么说呢，还是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吧。云溪，如果可以让你问一个问题，并且呢，保证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真实的、诚实的答案，你会想问什么问题？没有特别想要知道的事情。如果说真的想要知道的话，就是我有没有天赋成为一名电竞少年。觉得我真的如果不是做艺人的话，我一定是一名职业的电竞选手，你知道吗？虽然我现在老了。那我问你，你现在做专业的演员已经做到非常成功了，还没有。那你还好？你觉得还在学习中，你自己觉得，如果你去做专业的电竞选手，你能够打到全国第几？如果我还年轻的有多大自信？话，如果我觉得我现在才16岁的话，我一定是抱着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然后去努力的。对，我一定是有志气，我一定是 UZI 的队友。对，小狗，我一定是你的队友，我一定会成为你的队友。对，Rookie， 我一定是你的队友。所以我发现一个优秀的人，他真的就像一个钻石，有很多侧面，他不会只有一个方面优秀。就是我是属于是对于自己热爱的事情，就会奉献出120%的这个努力去做。最近一次大笑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 Se você achou que esta primeira parte já revelou um lado diferente do Lu em si, espere até ouvir o que ele compartilha na continuação. Foi justamente essa parte que me fez enxergá-lo de outra maneira. Espero que você esteja gostando. Até a parte 2. Beijinho da Aileen.